在欧亚大陆的交汇点，矗立着一个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国度，那便是土耳其。或许你对土耳其的印象来自于历史课本中那悠久的文明史，或是旅游纪录片中的壮美风景，再或是热映电影中那激烈的战场。然而，土耳其的真实面貌远比这些更为丰富与多彩。它是一个跨越亚欧两大洲的国度，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展现出现代都市的繁华与活力。从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到卡帕多西亚的神奇石林，从地中海沿岸的金色沙滩到安塔利亚的迷人古镇，土耳其的每一处风景都充满了别样的魅力。那么，土耳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它又有哪些令人心驰神往的风景？所以，本期视频就请跟随我们一起探寻这个被称为文明摇篮的国度——土耳其。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横跨亚欧大陆两洲的国家，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其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极为重要，曾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的中心，也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有着6500年悠久历史和前后13个不同文明的历史遗产。这些帝国的兴衰更迭，不仅塑造了土耳其独特的历史面貌，也为其留下了无数珍贵的遗产。而东西方文明相互碰撞、融合，也形成了土耳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景观。在土耳其戴尼兹利的北部，坐落着一处被土耳其人称为世界第8大奇迹的天然奇观——棉花堡。缓缓行走在这片奇幻的土地上，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的一角。此地不仅以上千年的天然温泉闻名于世，更是以其钙化形成的悬崖峭壁而飞升天下，如同一座棉花般的山丘。棉花堡的魅力在于其自然雕琢的景致，白色的悬崖形成了一个个台阶，犹如棉花糖般柔软，令人不禁想要亲近。当阳光轻抚着悬崖，泉水从峭壁间飞溅而下，形成了棉花般的钟乳石和盆地。这些白色的阶梯其实是以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钙化，在棉花堡，温泉和白色的悬崖融为一体，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土耳其有这样一个名字——卡帕多西亚。这里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一个充满奇幻与浪漫的区域，被称为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它以凄凉壮丽的喀斯特地貌以及精彩刺激的热气球之旅，吸引了无数渴望探索的旅人。这里是地球上最适合乘热气球的3个地方之一。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这片土地上时，你便可以乘坐热气球，俯瞰整个卡帕多西亚的壮丽景色。而卡帕多西亚的喀斯特地貌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里的岩石经过常年风化水蚀，形成了形状不一、奇特壮观的丘陵。它们或高耸入云，或匍匐在地，有的宛如巨大的城堡，有的则像是神秘的迷宫。在阳光的照射下，这些岩石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光影效果，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奇幻与浪漫的仙境。而在这片不像地球的地区，却有着一个并不完全算作是景点，但却极具特色的地方——格雷梅镇。它不仅是卡帕多西亚地区的游客大本营，更是人们探索这片奇幻土地的重要起点。当你来到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奇特的山洞石屋。这些房屋巧妙地镶嵌在岩石之中，仿佛是大自然的杰作与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们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每一座都散发着古朴而神秘的气息。选择一个拥有高高露台的洞穴酒店入住，清晨的阳光便会轻轻洒在你的脸上，唤醒你沉睡的美梦。站在露台上，你可以眺望到不远处那奇特的地貌，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石柱拔地而起，头上还戴着奇奇怪怪的帽子。人们认为这里面住的是小精灵，就把它们称为了精灵烟囱。在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则坐拥着一条壮丽的水道博斯普鲁斯海峡。它不仅是亚洲与欧洲的分界线，也是将马尔马拉海、地中海和黑海紧密相连的咽喉要道，是地理位置切换的奇妙之地。乘船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前一刻，你或许还在亚洲的岸边感受那古老文明的厚重与深邃，而下一刻的你便置身于欧洲的怀抱，领略着这片大陆独特的风情与韵味。这种地理位置的瞬息万变，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之中，心潮澎湃，难以忘怀。在这深蓝色的海域中，起起伏伏的海浪宛如大自然的抚摸，大小船只或停泊或穿梭其间。碧蓝的天空下，海鸥翱翔，为这一片海域增添了几分生机。在伊斯坦布尔的心脏地带，矗立着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它更被世人亲切地称为蓝色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不仅是伊斯坦布尔的地标，更是土耳其的骄傲，凝聚了无数匠人的心血与智慧。蓝色清真寺的得名
源于其内部墙壁那令人惊艳的装饰。墙壁上密密麻麻地铺满了蓝白两色的伊兹尼克瓷砖，这些土耳其瓷器明震烧制的蓝彩釉贴瓷，以白色为底，刻有丰富的花纹图案，使得整个清真寺内都充满了蓝色。这座清真寺不仅是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圆顶建筑，更是全世界唯一拥有6座高塔的清真寺。这6座宣礼塔巍峨耸立，直冲云霄，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它的威严与壮丽。离蓝色清真寺不远处的，便是昔日举行国家仪式及皇室娱乐的场所托普卡帕宫，又被称为老皇宫，现今则是当地主要的观光胜地。它见证了土耳其历史的辉煌，是历任苏丹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也是探索土耳其文化的不二之选。站在托普卡帕宫的高处，马尔马拉海的碧波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让人沉醉于这片历史的海洋。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直译为大炮之门。在往昔的岁月里，它的碉堡内曾放置着震天响的大炮，守护着皇宫的安宁与尊严。如今它已成为伊斯坦布尔的主要观光胜地，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寻历史的痕迹。而与蓝色清真寺隔街相望的，便是世界10大令人向往的教堂之一的圣索菲亚教堂。它拥有近1500年的悠久历史，以其巨大的圆顶而闻名于世。圣索菲亚教堂是拜占庭建筑的代表，是东正教的中心教堂，也是拜占庭帝国极盛时代的纪念碑。穹顶上方的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的壁画散发着金色的光芒，仿佛是一幅神圣而悠远的画卷。然而历史的洪流总是充满了变幻。1453年以后，圣索菲亚教堂被土耳其人占领，改建成为清真寺。这一转变不仅赋予了它新的宗教意义，更让它成为了后来伊斯兰清真寺的设计模板。在土耳其塞尔丘克方向，有一座充满历史韵味的遗迹坐落在此，这便是以弗所古城。这里是土耳其境内保存最完好和最有价值的一个古城遗址，建设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在这片废墟之上，历史的尘埃似乎仍在轻轻飘洒，每一处断壁残垣都似乎在诉说着曾经的繁华与辉煌。那曾经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如今已化作一阵微风，拂过这片古老的土地。虽然遗址只挖掘了一部分，但已经足以让我们领略到该城昔日的繁华。那些精美的雕塑、宏伟的建筑，都仿佛在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代的文明与智慧。旅程的最后，我们来到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加拉泰塔，这是拜占庭于507年修建的灯塔，最初用木头建造，后来在十字军东征时被焚毁，直至1348年由热那亚人用石料重建复生。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塔还曾身兼数职，警卫塔、监狱、天文台。站在加拉泰塔之巅，你仿佛穿越时光的长河，触摸历史的脉搏。从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塔上，可以鸟瞰伊斯坦布尔部分城市，犹如眺望历史的画卷，感受时光的流逝。当金色的阳光洒在伊斯坦布尔的最初和最后时刻，这座城市隐藏的美丽就会显现出来。看着伊斯坦布尔在加拉泰塔的金色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蓝色交相辉映，感觉就像在阅读一首美丽的诗歌。这就是土耳其，欧亚大陆间始终闪耀着独特魅力的国度。背靠雄壮的托罗斯山脉，手牵碧波荡漾的地中海和爱琴海，面朝辽阔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这片土地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塑造出这个多元之邦，成为连接东方与西方的桥梁。它蕴含着古老的智慧，时时刻刻都在展现着独特的魅力和包容的胸怀。而这种多元的性格，正是土耳其历史上最鲜明的印记，更是这个千年文明国度永不凋零的活力之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请记得点赞、评论、收藏、转发。这里是世界，让我们下期再见。